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会特别来关心到的议题，包括了伊朗在此刻击落了美国军机吗？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美国此刻则是急喊要延长停火。美军另外一方面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的烧钱哦，烧到现在他们在军事的训练上面都得暂时喊停了。另外的问题就是弹药掏空，爆脆弱视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记得帮我们把影片按赞，谢谢观众朋友。昨天有非常多的留言涌入，今天呢，希望在本周的最后一天，周五，大家也持续的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在留言区可以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我会亲自的来做回复。记得了，也会写下热推这2个字，然后呢，看到热推键，记得帮我们按下热推，让我们的影片持续的推播出去。今天每一站是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包括就是最新消息，伊朗的这个报复攻势，在昨天的深夜突然间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现在呢是直接点名美军击落了美军的军机，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中东现在是已经濒临全面开战了吗？美伊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为了一次的误判，直接引爆失控大战，把波湾也拖进战火当中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美军在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的战损，其实统计光是38天内，竟然是狂烧了上千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数百枚的萨德飞弹。库存说要到2030年后才可能补得回来。全球美军最强的全球神话，是不是已经被伊朗给狠狠打破了呢？第3点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一边说他要停火，但是一边对伊朗持续的加大制裁，这到底是战略的施压，还是其实呢，美国已经打到了弹药见底，财政也失血，现在只能自己找台阶下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要赶快来看到的是，伊朗对于美军的报复行动其实远远没有结束。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在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突然间传出的巨大的爆炸声响。伊朗媒体最新报道了，他说呢，因为防空系统拦截了敌对的飞行器，来自于伊朗的地方官员直接说了，这个被击落的就是一架美国的军机。真的是这样吗？来自于美国的最新说法说，所有的美军空中资产都已经清点过了，我们并没有飞机遭到击落。现在双方可以说是各说各话。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伊朗近期态度真的是非常的强硬哦。在这一起爆炸事件发生之前，其实呢，革命卫队才公开了一个最新的反击画面，直接使用的是短程固体燃料弹道飞弹锁定美军基地来进行报复。怎么看这一波行动？是所谓的伊朗所谓的这个敌对飞行器，如果不是美军的，那到底会是谁的呢？中东会不会进入准战争的状态？厉将军怎么看？首先我觉得不管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或者是伊朗媒体的说法，其实双方有一些落差，有一些灰色地带。美军说我们的军机没有被击落，那伊朗说我击落的是一个飞行器。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提出的疑问是说，如果你美军的军机没有被击落，我是相信了，因为如果说一架军机被击落，那是茲事体大，那不可能媒体还会遮掩，中央司令部也不太可能说是掩盖不报道哈。可是会不会是其他国家的？我讲的其他国家，譬如说是以色列啦，或者是阿联酋啦，我们知道阿联酋也有对这个伊朗发动类似的攻击，空中攻击。曾经这个包括到阿联酋的这种无人机哈，这个也是中方所制的无人机，在伊朗被击落，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这种事情哈，所以会不会是别的国家？第二个不见得是军机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美军现在也有一款这个仿制见证者136的这种无人机？那会不会像这种自杀型的攻击
机在这个伊朗上空被伊朗所击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美军可能为了面子问题，我觉得他是有点闪躲的说法。他说我们没有军机被击落，但是人家讲的是击落飞行器啊。那第二个，我认为说是美国跟伊朗虽然说目前最新的一个状况是说即将有可能达成和平的这种停战的一个协议60天，停战协议60天，但是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双方大概目前还坚持的就是在核武方面的一个达成一个协议哈。那目前听说最新的进展是在等这个川普来批这个同意。那但是我觉得说这可能这缓不济急了。可是，在过去的48个小时之内，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零星的动手还是有的哈。最早是美军去攻击伊朗南部那个伊斯姆岛的那种伊朗的军事基地，那美军的说法是说我自卫反击，那自卫反击代表说他可能是看到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发射架已经上了无人机发射架，即将可能有对他发射，所以他采取先发制人向他击落。那当然，除此之外哈。美军伊朗来讲，在第2次攻击的时候，伊朗就立刻还以颜色，用他的导弹攻击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所以双方这种小规模的冲突是没有停下来过。但是我们从这2次的冲突也看得出来，双方来讲还是有克制的哈，他不敢将战事扩大。这代表2件事情，就是双方都认为这场仗对双方来讲可能不见得能够有这个实力打得下去。对美军来讲的话，这场仗毕竟来讲。它这个溃粮千里嘛，就从美国本土要运送很多的战略物资，包括到这个后勤的物资要送到中东地区去，对它后勤负担是很大。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在德国的美军的空军基地或者在中东地区美军的空军基地，都停了很多的这种 KC-135加油机，还有运输机，代表美军必须要长途的运送物资过去，对他来讲是非常疲累的。那尤其是说，现在美军在这个整个这个波斯湾这个地区了哈，还停留着2艘的航母战斗群，那每天的烧的钱是很多的，所以美军。我认为美国来讲，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再继续打一场持久的战争。那就伊朗来讲的话，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如果说有机会，他能够获取到，譬如说让荷姆兹海峡能够正常开放航行，然后他不再被美国管制，他的伊朗的港口不再能够输出，他能够解除对他伊朗的经济制裁。我觉得这些种种方面，甚至于在核武方面，他如果能够寻求一个突破，比当年这个对他的这种核武的约束来讲会放宽一点的话，那对伊朗来讲，他等于就是获得一场胜利。所以说，伊朗大概也不想在军事上面继续扩大这个战争。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刚刚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了这个美伊停火60天，美军光是部署它的武器在各个地方，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烧钱了，更不要说最近几天发生了一共是2次的零星冲突，又是另外一笔非常大的开销，还有战损。所以呢，我们也来看到现在呢，美国智库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美军除了烧钱之外，它的弹药库存已经越来越少了，几乎见底。光是他们统计前38天战争爆发之后的38天，美军的耗损到底有多少？我们看到具体数字100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库存要等到2030年才有可能补回来，还有超过200枚的萨德拦截飞弹，到2029年才补得回来。报告直接说了，美军现在已经出现长达数年的弹药脆弱期，在库存恢复之前，恐怕很难应对其他地区的冲突了。CNN 也爆料说呢，这个烧钱的不只是美军的弹药而已，其实也拖垮了美国的日常运作。CNN 直接说了，迫使美军现在部分的训练得取消，还有一些装备延长这个维修，也紧急的向国会来追加预算。但是呢，我们看到预算没有加成就算了，现在位在德州的美国陆军第3军训练的预算更是直接大砍了2.92亿美元，这包括当中有军医的一些训练、飞行的训练、新兵的训练，现在是全面的大缩水。38天就打成这样了，接下来还有可能继续打下去吗？张将军怎么看？因为美国现在是它的弹药消耗快，但是生产速度慢，所以它补的就会慢。那我们看这38天的伊朗战争，美国消耗的战斧巡弋飞弹就消耗了1000枚。美国总共有3100枚战斧巡弋飞弹，那你1000枚将近消耗了1/3。对，那我们看你就要补啊。那美国现在整个加班来生产，
一年只能生产600枚战斧，那你要补2年了。那外国还在买呢，像日本好了，我们讲日本订了400枚战斧，那当然拿不到，1枚都拿不到，他已经签了，都签了。那澳大利亚本来买200枚，现在他加买200枚，要买400枚，都要不是只是美国在，英国也在买战斧，所以不是光是美国要战斧，那换句话说，他要供应到其他海外，那其他钱都付了，还拿不到货，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变成了供不应求，是美国目前军工的状况，而且现在知道这个中国大陆把稀土抓在手上，你的原料还受限，你要生产战斧，那你要看你原料够不够啊，不是你的生产线够不够啊，是个问题。那我们另外看萨德系统，现在，它这一次总共消耗的这个萨德系统就是大概200枚，但是我们看看呢，萨德系统它年产量就100枚，96枚嘛，就是100枚嘛，它现在已经加班生产，全生产全推动，一年生产400枚，增加4倍哦，是这样子哦，这是我讲的是萨德反弹系统。那这一次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伊朗打的是不对称作战，它用的是无人机，用的是巡弋飞弹。还有地对地的导弹，那你要不要去拦？一拦，如果是拦导弹的话，2到3枚去，那你一下子消耗好快那你拦截无人机，那你更亏。无人机一下才100万台币，35000块美金嘛。但是一个萨德飞弹的反弹飞弹是300万美金到400，是到100倍那非常贵的。这个你100换1块啊，你这怎么玩下去啊？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就是在不对称战争，他们没有很精打的细算，造成他目前供不应求的状况。那现在我们看美军到底状况怎么样？美军这一次没有成功是在哪里？美军如果要赢2件事，第一个是夺铀跟毁铀，把这个浓缩铀夺掉，要不然把它毁掉、炸掉、稀释掉、炸掉，没有啊，夺铀失败，毁铀也没有啊，是不是？那第二个，你如果一输一赢的话，好，那打通荷姆斯海峡，派1艘飞弹巡洋舰、2艘飞弹驱逐舰摆在荷姆斯海峡，谁敢扣留任何这个不放行这些船只的话，我就打谁。不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美国军队不能去，因为怕有无人机饱和攻击，水下有水雷，水下有伊朗的小型的迷你潜舰，可以打2枚鱼雷出来。他在这方面是有所拘谨。他好，那这个2枚没办法打，没办法打通海峡，也没办法夺铀毁铀。那看看夺岛战有没有，地面战有没有，那都不敢做。那进来打仗是一不做二不休嘛。你又不地面战，又不夺岛战，那这样的话，伊朗就有底气了。所以伊朗现在是拿翘了。他现在知道美国的缺点，美国的这方面的限制太多了。好，美国的限制这么多，军事打击没有用。那如果接下来，因为美军现在在说嘛，他接下来恐怕会打的是经济牌，针对于伊朗做出更多在经济上面的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持续来看哦。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他是直接提出来了，说，其实呢，美伊双方我们谈的还可以哦。目前呢是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了一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会停火长达60天，那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还有呢，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说也会再做讨论。刚刚提到了嘛，军事制裁没用，那经济制裁呢？美国另外一方面，它的2手策略，针对伊朗新成立负责掌控荷姆兹海峡的政府机构来做限制，还有限制伊朗的8艘油轮跟超过15个实体清单。苑老师怎么看？这个讲起来有点矛盾啊，真的是消息很难分析啊，因为前不久打起来的话呢，理由是自卫，是因为看不到被受攻击的那一方是自卫，但是攻击在哪里没看到，自己在打起来。然后呢，这个川普的整天讲，就是目前的协商的话呢，快达成了啊，谈得非常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又要准备打啊，也实际上打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自卫的情况下，偶尔发生冲突。我觉得分析成这个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美国本身呢，这个国会60天呢，就并没有授权，所以不敢讲说真的打。说叫自卫啊、冲突啊什么的，就是绕过国会上的要求，其实都是一个不合法的措施了。然后第二个呢，范斯是从头到尾这个 MAGA 是反对战争派的，那他现在做的是很不情愿的，就是说停火延长60天，这个没道理的，要停火就停火，怎么延长60天？60天后再打。对。然后呢，这个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没有被封闭过，荷姆兹海峡只是通过伊朗要经过伊朗申请啊，就是准啊什么的。
然后第3个的话呢，限制伊朗的核谈判，这个是穆杰塔巴说过，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呢，伊朗也非常清楚它的未来在哪里。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美国最厉害的就是经济封锁啊、制裁什么的啊这样弄。但是你这边问到我说，这个伊朗真的会退缩吗？答案是不会，伊朗是受侵略的，伊朗人气在心头啊，一下子把这个穆杰塔巴的爸爸啊，就哈梅尼耶的话呢干掉以后呢，伊朗上下心就全部结合在一起，伊朗的总统、伊朗的议长啊、伊朗的外交部长，原来都温和派，现在伊朗没有温和派了，全部都是上下一心啊，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跟美国打。我觉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战术的话呢，首先就是消耗战。然后是持久战，然后是拖拉战，一直拖到美国自己受不了为止。那美国现在的话呢，前面2位将军讲的消息，没有一个国家受得了。我在这边先强调大家一件事情啊，那个战争要打士气，士气要靠你是不是站在正义的那一边。那你侵略人家，结果没有做好准备，那你怎么会有士气呢？美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生产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士气的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啊？美国就打仗开炸弹杀死人的那些人。他良心何在啊？你光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不用在现场就可以发觉美国的士气就不足啊。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战争怎么拖下去呢？是啊，刚好拖下去就确实伊朗的策略。对，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